Hello，大家好。今天我听了一些歌，一开始我是听到詹雯婷的，然后后面我都在刷周深。我很久没听音乐了，可能是因为年纪成长的关系吧。有一段时期会听很多的音乐，后来之后就很少听了，我就比较多读经典。今天最早刷到詹雯婷就是飞儿的前主唱嘛，我就是发现他现在以个人的身份嘛，又重新再发展一段时间。那我看到了一个让我比较深刻的影片，就是他在一个节目里面跟詹雯婷就跟张远合唱那个嘉宾，我觉得很好听，然后也蛮有感触的。因为这首歌的内容呢，就让我想起了一些回忆，想起了一些学生时代的回忆。那后来我又刷，我又看了，主要还是看詹雯婷的歌的几个视频，因为我觉得詹雯婷唱歌的那个声音层次感很丰富，让人听得很舒服。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一下 YouTube 上面她的歌哈。后面是刚好不知道怎么刷的，刚好看到那个周深，然后我发现原来我印象当中一首很有印象的歌就是《大鱼》嘛，原来是周深唱的。我以前真的只听到他的歌，没见过他的人。那我今天才刚好刷到他的相关的影片，我就一直看一直看，后来越看越觉得，周深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也非常优秀的一个人，而且他的品德啊各方面，就是他也很谦虚，然后呢，他在歌唱上其实他技巧是非常厉害的，但是他不会有骄傲的感觉，而且他跟别人合音都在成全别人，就是他会去搭配，不会只是想要炫耀自己。所以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两个我觉得很不错的歌手，就是詹雯婷，还有就是周深，我觉得他们两个我都蛮欣赏的。其中周深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影片，就是他在澳洲的雪梨，就是他在澳洲的雪梨演唱的《大鱼》，唱的中文版还有粤语版的，那很多人听了都很感动。那这个影片我觉得想分享给大家，因为中华文化在向全世界弘扬，那这件事情是蛮让人感动的事情。其实今天呢，在听这些，就是听歌嘛，看这些影片，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在音乐的领域啊，很多很优秀的歌手呢，都在这些节目的舞台里面得到很好的发挥。有的是当导师，有的是来宾。我真的觉得说，有一个好的舞台和好的氛围，不但让歌手有机会发挥，也让我们听众呢有机会听到很多很好听的歌曲，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文化和艺术的推广，它是全世界性的。像我也看到一个影片，就是说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声乐老师啊，他的频道里面都会去点评很多的一些歌手唱歌的，他听这些歌手唱歌的他的感受，然后他会去点评。我觉得这种节目类型也很不错哈，用自己的专业嘛。然后他做这个节目的话，是不是大家就可以跟着他一起听一些歌？所以我们有达到听歌的效果。然后听歌的话，我们有些不专业的地方，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听得那么细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听到了但是我们说不出来的地方，然后声乐老师会帮我们说出来。那这样无形当中，也让我们对于音乐有更深的一点认识，就有点像是我们看一些歌唱比赛，然后听到那个评审讲评的话，我们就会更了解。所以我觉得说，他这个声乐老师他做的这个自媒体的风格，我觉得蛮聪明的，很不错。他就是把他自己最擅长的事情，还有最感兴趣的事情，把它转换成一种自媒体的形式来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一直也觉得说要这样做的，就是每个人你一定都有你最擅长的事情和你的专业，还有你生活中你每天几乎都会做的一些事情。你如果能够有一些好的想法，把你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呢，转换成自媒体的形式去呈现的话，那不但很有你自己的特色，而且呢，你还能够让别人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也有受益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自媒体的一个时代
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转换成影片来表达，来记录。像我目前的话，如果加上今天的话呢，强迫自己上传影片已经进入到第7天了，刚好要满1个礼拜了，这是第7天，也蛮开心的。然后呢，每天我们不是会稍微想一下隔天要做什么内容吗？那在前2、3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要做的就是也许我注定就是要做这种冷门的内容，因为呢，姑且不论内容是热门还是冷门，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读经典，因为读经典让我非常的开心，而且读经典可以让我超脱和融入到想象力，能够进入到更广大的世界里去，所以我觉得读经典还是我最喜欢的东西。那所以既然如此的话，我注定就是要做这种冷门的内容了。但没关系，所以说我最近就是打算先把《六祖坛经·行有品》，就是第1章的部分呢，先慢慢陪大家读完。我不会去强求进度，因为我们就是每天都要上传视频的，那我干嘛急什么，对不对？我希望能够慢慢的让自己成长，每天分享的内容都要让自己成长，然后让自己也有所不一样的尝试和不一样的改变。那做视频的话，就是分享经典这个部分呢，我是希望自己朝向呢，我不会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我会尽量在兼顾深入浅出的同时呢，我尽量希望能够把内容做得更好一点，就是在自己分享经典这部分做得更好一点。换句话说呢，我希望的是跟一些同样对经典感兴趣，而且同样对经典有所研究的人，我希望能够跟这些人，大家彼此之间能够有共鸣、有收获，这才是我比较想要的。换句话说呢，我们在做视频的当下，自己是有收获的。那如果刚刚好像透过网络的世界呢，也跟一些同频的人、志同道合的人能够遇见交流的话，我觉得这比较是我想要的。所以我不会往很通俗化的方向去走，我会就像我自己那么多10几年、20年来读经典的感觉一样，我是不断要提升自己的，而不是我是要输出，其实我是要提升的。所以说，这是我这几天的一点心得，而且就像我今天看的这些歌手、艺术家、音乐老师他们在歌唱领域的这些呈现，我会觉得说真的，像周深啊，像詹雯婷，他们都是又有才华又努力的人。那我就觉得说真的，我们人一定要努力，也要好好的去培养自己的才华。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每个人才能让世界更美好。我们要向上提升，不是向下沉沦。然后我们要透过自己的努力和透过自己某一方面的优点，然后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大家都能够看到很多事情好的一面、优秀的一面，然后呢，我们就能够不断的向往更高的方向，不断的去成长。其实这样的宗旨跟我们读经典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能够带动所有人在心灵层面的成长，然后呢，能够摆脱一些包袱。最近呢，我就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呢，过去我们都认为读经典的时候比较会提到说左脑的这种逻辑思维心呢，左脑会让我们有是非对错的判断，然后呢，这会影响到我们，屏蔽到我们对于内在感官的一种接收，我们容易被我们的思维心障碍了，就不容易去倾听内在的声音。那我最近才又特别的去观察，发现到其实右脑代表的是感性，但右脑代表的也是情绪。那情绪就产生什么？爱跟憎，喜欢的东西就会爱、欣赏、认同、共鸣，有一种情感的链接。那不喜欢的东西、伤害的东西，我们就会产生负能量的憎，就是愤怒或是讨厌的情绪。所以说，左脑产生了是非，右脑产生了爱与憎。那这就是对应到《圆觉经》有讲到，他就讲到这爱憎。所以人生命之所以连接在一起，并且繁衍下一代呢，就是因为有爱憎有爱的关系，所以人与人会结合，会繁衍下一代。
换句话说呢，除了左脑的逻辑是非对错会障碍我们以外，其实右脑的爱憎之情，像我今天看这个视频，有看到一个节目，它是在纪念金庸。那我自己小时候也看很多金庸小说嘛，其中有一句话很经典：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对不对？就是李莫愁嘛，《神雕侠侣》里面的一段很经典的话：问世间情为何物。所以说，右脑呢会有爱憎，它其实呢这种过多的情绪，同样是会屏蔽掉我们内在智慧的感知。所以我最近才特别就体会到，突然明朗的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很多经典都告诉我们不要陷入两端之间？其实过于理性，像男生偏向理性，女生偏向感性。过于理性或是过于情绪化，其实对我们智慧的发挥都是一种妨碍和干扰。所以说，我联想到一句话，六祖慧能说的：不取不舍，然后呢，同时不染浊。就是说，取的话，我们不要过度于理性，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度于情绪化，对不对？但是不舍嘞，你反过来。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不理性，同样的，我们不是说冷血无情哦，所以不取不舍，这也让我联想到，就是说我们前几集有分享到的嘛，当我们对内在智慧的这种感知、超感官、内在智慧感受到的灵感啊，当我们要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用后天左脑的这个逻辑思维心，把它转译成文字化来表达。像我今天在看这个影片，我也看到有一个节目，就是方文山跟好几个艺人一起，然后在猜歌嘛，然后就是做一个节目。其中方文山也有提到文字化，就是说一首歌大概只能在200个字的歌词，大概只有200个字的空间，让你去表达整体的故事。所以说你必须要学会多观察，观察之后你去思考说要怎么文字化，能够把这整个画面和整个故事在最少的文字内把它转变成一个歌词，又能够呼应这首歌曲的风格，又能够把整个故事情境表现出来。其实就好像古时候李白啊、杜甫他们写诗是一样的，就是用最少的文字化，把一个意境、把一个画面、把一个情感、把一些很多层次的内容，把它包装成歌词，把它包装成诗词，这些文字化的艺术成品啊，所以它是一种内在自信、智慧连接宇宙。然后呢，当你得到了感受，再加上你观察这个世界的环境，然后你得到了感受之后，你要进行创作的时候，你必须要将这种感受，透过一种后天的训练和一种文字化的能力，把它表达成文字出来，那就是产生了一个从精神上的一种无形的感受，变成有形的一种创作的作品出来，包含歌词。那同样的，像我今天聊到的这个歌手唱歌，同样的，像我看这个影片里面这些专业的歌手，他们要准备一场表演，诠释两个人要合作，要合唱，重新编曲，重新的一个歌曲内容。他为了要把这整个歌曲的一种所有丰富的内容，想要把它再呈现出来的话呢，他必须要动用右脑，用很多的情感，同时也要用左脑，要唱歌要音准，要控制自己的声音。所以左脑右脑，换句话说呢，左脑的理性跟右脑的感性，其实它是后天的。它是为了帮我们把内在的智慧和内在的感受，透过一种后天的，不管是理性或是感性的区块呢，把它转译，不管是文字化，或是把它变成像歌手唱歌一样，变成一种声音，变成一种音乐呈现出来，所以它是后天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说不取不舍？不舍就在于这里。当我们内在有所领悟，我们不取的用意是不要让左脑的逻辑心和右脑的情绪化
爱憎的情绪和左脑的是非，不要让这些东西去屏蔽我们内在的智慧。所以不取的用意是不要让这些后天的辅助工具去屏蔽干扰了我们对内在超感官、对内在自信智慧的觉知。但是呢，当你不取之后，对内在智慧有所觉知了，接下来你要抒发，你要去，当你要文字化，要用歌曲去传递这个文化的内涵，去传递智慧，去唱一首歌感动很多的人。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要不舍，因为做一个作词的人，他方文山要把一首词写出来，他得要用左脑的文字化的能力去修饰，去创作这个把它找出适当的文字出来。但同时，他也要用右脑的感性和画面、图像画面感去把它观察和想象到整个画面、整个情境、整个故事的画面，他也要把它想象出来。然后呢，再把画面和文字两个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歌词。这首歌词是很有画面感的。所以说不舍，当你跟内在的灵感、智慧连接到之后，你为了要亲民，就像我前面有提到儒家的大学嘛，在明明德。你要明明德的时候，你必须要不要取左，不取两端，不要太过于理性，也不要太过于情绪化。那这个时候你能够明德，就是跟自己内在自信智慧能够链接。但是当你链接到自信智慧之后呢，第二步是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嘛。接下来第二步是什么？在亲民。所以说你必须要把这个智慧、把这个感受、把这个文化的内涵要传递出去，让全世界的人一起去欣赏，一起去感受，一起去进入到能够与内在智慧链接的状态。所以说，当我们要去做亲民这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到左脑的文字化，也必须要用到右脑的图像和情绪和感受、同理心这种。就像我们听一首歌感动落泪，因为有共鸣感、有画面感、有代入感。所以说，在不取是明德的阶段，明德的阶段，而不舍，那就是亲民的阶段。当我们透过唱歌、透过文字、透过面对面交流、跟人互动之后，产生了连结，产生了语言交流，产生了情感链接，产生了音乐的倾听，这些感官的感受、视觉感受、听觉感受，甚至我们见面、触碰、握手这些肢体的接触，建立了情感的链接。最后，大家是不是听了很多的歌，听了很多优秀的歌手，包括他们的专业、他们的技术、他们的唱功，让我们把我们的心灵带到了一个空灵、一个很高的境界去。但同时呢，我们也被这个歌曲内容中的欢喜、悲伤，还有我们自己人生的过程，也会产生很多的情绪，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的确，人与人这种情感，还有一些，就像我们听一些经典老歌，让人回味无穷，是我们年轻的一种那种经典，是我们的青春，是我们永远的回忆，是我们跟某一些人互动的缩影。它有非常强烈的画面感和非常多的一些记忆的回忆，代表着非常多的回忆和非常多的意义。但是呢，我们就是在想一个我一直在酝酿一个更深入的东西，就是最后的那个境界。就是你看哦，像我今天听到一首歌嘛，那个周慧，就是周深翻唱，用闽南语翻唱周慧的《给唱很好听。那你看这首周慧的《给熬》，他最后唱到的歌词就是唱到说：“我不忍心比你先走，因为我怕你看，我怕你，我比你先走的话，你看着我会难过，我怕你难过。”就这种歌词的这种写得很好的那种意境。所以就是说，人生终究有生老病死的过程，不管你
年轻的时候你多聪明，成绩多好，不管你成年之后，你跟你的另一半、跟你的子女、跟你的父母感情多么的深，跟你的好朋友、跟你喜欢的这些歌手感情多么的深，这是属于右脑。但无论如何，人生都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而已，最后我们还是会结束到这个过程。所以说，修行的用意，它就是在关注这个下一步，就是说，我们除了左脑的知识上的发达，右脑的情绪上的这些体验以外，最后我们其实是透过觉醒我们内在的智慧。当我们人生这段旅程结束之后，我们要将所有的体验打包，我们要回到我们原来的家乡去，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止于至善。换句话说，所有一切的理性，所有一切的感性的修炼，都是一种体验。最后我们要带着所有的收获，我们要离开地球到另外一个阶段，回到原来的归处去。所以这是生命的意义，就是它不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已，它也不只是一个开始和结束。生命是一种永恒的。所以说，不取不舍，就是我们人都有很多很丰富的情感，但我们不要不取，我们不要太过于被情绪给绑架，我们也不要用情绪去绑架别人。那我们有很多很聪明才智，但我们也不要用聪明才智去限制自己，不要用这个文字相和有限的思维心去限制自己。同样的，我们不要用文字相去束缚别人，要求别人，不要用是非对错善恶去评判别人，这样子就是造成很多世界上的对立。因为有善恶就有对立，有爱与憎就有对立，那这个就是烦恼和争斗就会无穷无尽。所以虽然我们有这个工具，左脑右脑，但是左右脑是衔接在一起的。古时候儒家说中庸之道，其实有时候中庸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也在想一下，要什么方式去诠释更好。那其实就是不取不舍，我们不取，不要被这个左脑右脑理性感性给绑架了，然后我们能够与内在链接，发现到内在的超智慧与超感官。再来不舍，我们与内在成功链接之后呢，为了要分享传递智慧和很多的共鸣，我们要重新用这个左脑的理性和右脑的感性去做艺术创作啊，去做科学研究啊，去做文字创作啊，来去推广，来去做清明的工作。最后呢，我们要不染浊，不染浊就是说，一切终有一个开始和结束。那在当下我们要珍惜，但是呢，当整个过程结束的时候，我们不要纠结，不要染浊，我们要用一种感恩吧，感谢这一段的经历，感谢所有的人，感谢过程中自己的体验和收获。之后我们要超脱，达到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保有所有你的体验和所有你的收获。当你没有超脱的时候呢，因为有情绪的执着，有理性的执着，所以我们会陷入到一种地球的整个一种运作吧，轮回运作的一种机制里面，我们又一直不断的去陷入更多的去体验理性，更多去体验感性，更多的去体验各种故事的过程里面不断去体验，但是其实是我们走不出来，哪怕你体验够了，你又还是走不出来。所以说，不取是为了帮助我们明明德，不舍是为了帮助我们跟很多人结缘交流，最后不染浊，就是为了让我们把生命的功课完整之后，要超越到另外一个阶段，回到我们灵性的源头家乡去。那不取不舍又不染浊是谁说的呢？就是六祖慧能说的，他是在第2章般若品，他在讲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方法的时候，他在讲摩诃的梵语就是大，然后呢，
他在讲这个大，形容的就是自信智慧与天地。他在讲的就是这个部分，我们后面才会讲。但是这个大就是形容一种无限。换句话说，所有的一切空间，所有的人事物，所有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有的你我，所有的一切人、一切有情众生和所有的大环境，其实都是整个信息场在背后去，就像编程一样去体现出来的一个情境。那我们不要染着嘛，不染着，这样子，不取不舍亦不染着，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为一般人二元思考就是不取的话，那就是舍咯。那他说没有，不取也不舍。那不舍的话，是不是就要取了，就要执着呢？也不是，不取不舍又不染着。那有的人就不明白他的意思了。所以说我把它跟今天的，因为人多少都有点感触嘛，尤其当你听到一些音乐的时候，你就会有想起一些回忆，然后又会想起一些被音乐的一些内容感动到，那你就可以去明白说，不取不舍也不染着。不取就不要太过陷入，不要让情绪和理智把我们绑架到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去了，那我们才能够开启内在的智慧。内在智慧开启之后呢，又要把这个文字化和感受的能力拿回来，把它变换成一种创作的东西，去跟很多人结缘。然后呢，当大家一起成长，所有的人一起成长之后，最后呢，我们带着所有人都带着自己的收获，不染着。我们不要被整个世界给，不要被这个过程给，就是抽离不了。就像一个演员演一部戏，当剧本已经结束了，他还在戏中走不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就没办法回归正常生活，没办法去下一部戏的准备了。所以是这样，不取不舍亦不染着，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这后面再讲，这是第二章。我们现在只会把第一章先讲一讲，不会那么快讲到第二章，但也许有时候会刚好聊到吧。好，那今天原本还要读一段六祖坛经的行流品，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有聊到一点六祖坛经的内容，就是不取不舍，然后不染着。这个内容的话，其实经过我这样的比喻，应该大家会比较觉得没那么复杂。好，这三个阶段，不取是第一个阶段，然后帮助你明德；不舍是第二个阶段，不染着是最后的阶段。那这样子也算聊到一点六祖坛经了吧？那这个频道呢，其实就是我慢慢的会朝向比较深入，就是我会分享自己最真实的那种感受和读经典最真实的那种联想，还有当下我生活当中最真实所见所闻的内容。然后呢，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有点像是，就像跟大家听一首歌一样，我们一起去体会这首歌的意境。透过影片记录，我们也是在体验自己人生当下的心境，只是我们没有像李白、杜甫或者像方文山那么厉害，我们透过能够把当下的心境浓缩成一首歌词或是一首诗词，但我们用影片记录的方式，把当下的所思所想和所领悟的和最常做最擅长的事情，把它浓缩成一个影片来传递当下的感受。那我觉得这是我未来主要的方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那今天就聊到这边了，那我们就明天见，拜拜。